来到 Women in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小薇律师，今天非常开心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在法律实践当中的故事。那之前呢，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大家强调遗产规划和信托规划的重要性，然后建议大家呢，在意识能力比较清楚的时候呢，要尽早为自己做好财产和遗产的规划。那今天呢，我会通过两个最近我实践当中的案例和大家分享，其实是从反面呢，教会大家，如果说你不做遗产规划，不提前做好这些规划，有可能呢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那第一个案例呢，其实这个客户他是有非常大的资产的，那他的公司呢会准备上市，但是很不幸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客户就去世了。那他在去世之前呢，其实是留下了非常大的一笔资产。那他的资产除了当然他们公司的股票之外，还有房地产、现金，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资产。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他留下的除了这些资产之外呢，还有我们所谓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那比如说呢，他们公司他和他的 founder 之间呢有一些法律纠纷，那这个法律纠纷呢，是在加州的法院已经持续了有2到3年之久。另外更重要的是呢，他的公司除了在加州有注册的公司之外呢，在海外像一些比较 popular 的开曼群岛啊，还有像我们都知道的 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 啊，也都有这样的公司。那他去世的时候呢，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信托以及遗产规划的文件，那这就造成了对administer 他的财产遗产的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和困扰。那除了呢在加州的法院他要进行 probate 遗产认证程序之外呢，那其实呢在其他的 jurisdiction 其他的国家 BVI 还有像 Cayman 呢都可能有法院的遗产认证问题。那另外呢，他在美国的资产除了在加州之外呢，在其他的州也有资产，那他在其他州的资产呢，又要在其他的州的法院进行另外的遗产认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麻烦的。除了他要支付巨额的遗产认证的费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费用呢是你的总资产的一个比例之外呢，那还要引爆多方的律师，因为在每一个 jurisdiction 有管辖权的地方，在美国不同的州，在不同的国家，他都要引爆不同的律师。Compared to 如果说他在去世之前，如果说做了相应的遗产、财产和信托规划的话呢，那他的所有的遗产和财产的事宜呢，除了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意志进行妥善的安排之外，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掉这些费用和行政上的麻烦。那他的太太呢，当时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刚刚的失去先生，所以非常的痛苦。那在这么巨大的痛苦当中呢，他还要去做很多的非常繁琐的事宜要考虑，所以对于他的太太来说呢，他的精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呢，目前他和其他的 founders 之间的这些诉讼，也需要他的太太呢去进行处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位先生他在去世之前，在很早之前如果有做一些安排呢，那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就不会承受这样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当然很多人我们的资产可能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那么复杂，它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案例了。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提前做规划的重要性。你的资产不见得有这么多，你的资产的构成也不见得有这么复杂，但是即使呢你比如说就只有一个房产，有一个银行账户，那如果说你不提前规划好的话，也可能要经过法院的遗产认证程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切记要做好遗产规划。那第二个案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也是一个从侧面上讲对于大家做遗产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那这位先
先生呢，也是在他去世之前没有做任何的财产规划。那他和他的太太呢，已经结婚了20年，一直住在呢先生在结婚之前他用个人资产来买的一套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呢，其实一直是他的个人的名字。在20多年里面呢，他们一直非常恩爱，但是他们没有小孩，因为他们是属于二婚。那他们之前呢，先生是没有小孩的，那太太呢有另外一个小孩。那这个先生他们结婚之后呢，就把太太的这个孩子其实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后来呢，先生前不久就很不幸的去世了。但是他去世的时候呢，也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安排，没有遗嘱，没有信托。那这个时候呢，太太就觉得说，那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是我的了，我就可以安心的住在里面。后来他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先生的这个房产是他的个人资产，那先生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是先生呢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先生和他呢又没有自己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加州的无遗嘱继承法，那先生的个人资产呢，其实太太有一半，那另外一半呢其实是先生的妹妹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跟先生的妹妹去商量，说能不能把这个房子给他，因为这个房子是他一直住在里面的，他这么多年20多年来一直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可是呢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是，妹妹呢并不同意。妹妹觉得说呢，既然按照法律我在这个资产里面有一半，那我应该是有我相应的权利的。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我觉得也从侧面非常生动的描绘了遗产规划的重要性。那如果说先生提前规划好，把他的意愿写在他的遗嘱和信托里呢，我想可能就是不同的一个结果了。因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可能他会觉得说想把自己的房产留给自己的太太，因为他们非常的恩爱，而且一直住在这个房产里面。那如果说他想给妹妹一些资产，相应的遗产的话，那他可以把他的一些银行账户啊，其他的一些金融资产给妹妹，不见得呢会把这个房产给妹妹。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因为先生在生前他没有做相应的安排，那造成了呢他去世之后，不仅妹妹和太太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影响了双方的和谐。那另外呢，太太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他们以前一起住的这个房子呢要被卖掉，然后他也没办法继续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下去了。所以今天呢，我其实是想通过这2个最近我在 practice 当中的案例，和大家讲述遗产规划和信托的重要性。那希望呢，大家在自己意识行为能力都非常完整的时候，能够提前把自己的遗产规划和信托做好。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